大家好，我是奈森。我们今天要来拍这台车是 Revo 500。来，我们看一下它坐高哈，坐高是算非常亲民，不管男生女生，初学者、新手都 OK， 这台车都算相当亲民。那我164公分，双脚可以平踩，还膝盖微弯。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坐高哈，从侧面看来说，它是算非常亲民。你看我164公分，双脚平踩之外还可以微弯，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那骑在上面感觉是你，跟一般骑挡车差异不会太大我本来以为说它这个坐高因为比较低脚会比较高你这个膝盖这边会比较憋屈，不会，它还 OK。然后你本来以为会很前面它这台车也还好。那当然是你可以外面有套件，你可以改比较前面一点是可以的那这样子骑也还 OK。车身钥匙在侧面这里转动之后就可以开启电源。它的龙头锁在这个位置上下三角台双三角台下方这个位置这边就可以锁住了，解锁。我们来看刹车，双闪灯、方向灯。这是它的左把手开关，这边是近灯、远灯、pass 灯、喇叭、方向灯。那我们看右边，现在熄火状态，这熄火开关，这是电源导通，双闪灯开关，这个是启动钮。我们再看它拉杆。这个是离合器拉杆，透过这边去做调整。那刹车拉杆部分它是不可调的，固定式。那它的前叉是正立式前叉，单碟，前130，后轮是双腔避震器，150的开宽。我们一边试驾一边介绍一下这台车基本资讯。那这台车最大特色就是坐高很亲民只有69公分，身高150骑起来也没啥压力。那轴距1490只有比仿赛车款稍微长一些，基本还是属于灵活的范畴。那车中190在黄牌中不算轻，可是用这颗引擎跑起来还算是轻快有力。那油箱11.2公升看起来不太大，但是一桶油跑250到300公里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是长途巡航的话，甚至于可以跑到350公里以上的水准。这台车和 CB500R 用的是同一颗引擎，但是最大马力从50马降到39.5马力。可是它的最大扭力转速降低2000转，在4500转就可以提供4.2公斤米的扭力。前后轮用较小尺寸轮胎，对降低坐高也有明显帮助。只是16寸这规格轮胎不是每间车行都有准备这个货，最好先预约好，人再过去换。那这款车车格很难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怎么说呢？它没有纯美式机车这种分量和肌肉感，但却有着亲民的坐高，同时拥有轻巧灵活车身，山路过弯也不是问题。那长途呢也能保有轻松舒适的骑姿，说起来算是独树一格巡航车。我们现在试驾的是 Revo 500这台车。那这台车算是 Revo 1100的小老弟号称是美式机车啦。我感觉它的坐姿你没有的那么的美式你是介于这个一般街车跟纯美式机车中间的这种机车。它油箱小小的，其实整个车身很瘦小，很灵巧车很轻巧。
它一样哦，是前后轮把它往外拉开，让它中间可以坐高，可以降低一些些，所以轴距会比一般500cc 轴距稍微再长一些些。然后坐垫它的坐垫是偏硬一点，讲实在话，坐垫偏硬。那停车的时候就觉得这台车好处了，哦，双脚平踩，膝盖微弯，哦，起重机很少有这种感觉，膝盖微弯哎，我们那种身高，哦，也可以享受那种长腿人士的这种待遇。那它骑姿哦是脚的骑姿其实你跟跨大那种野狼车差不了多少，脚腿部的部分差异不会太大。那上半身是稍微略有点前倾，哦，稍微有点前倾。然后它的整个油箱比较瘦小，然后变速箱也很窄，所以你骑起来的时候并不会感觉这台车宽宽的，哦，不像那个 Revo 1100变速箱比较宽，脚会开开的。我现在说退档会有一个特别的声音，离合器比 Revo 1100的还轻，它也是有滑动离合器，那感觉起来拉起来感觉就跟那个 CBR 500R 的那个离合器很像，蛮轻的。那我觉得这台 Revo 500的给我感觉，它跟骑一般的街车感觉差异不会太大。只是它坐高比较低，然后其他的感觉不会太大。那轴距部分等一下上走山路的时候再来测看看，会不会说因为轴距关系哦会有转弯上的差异性。它的那个照镜都是小小的，哦 ，Revo 的500、1000都是小小的，好可爱。动力部分跟 CBR 500R 也差异不会太大。然后转速上去之后，它的这个该给你动力都有，然后低转扭也不会太差，但是相当平易技能好操控一台车。我想这个教练展应该会拿这台车拿来当那个吧，教练车吧，它没有多高问题，车轻哦，它不是红牌哦，对对对。可一般人在用的话，这台会比这个红牌的来的轻松方便很多。你可以跑快速道路嘛，高速公路比较合年可以开放，这个就很好用了说。哦，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感觉到很轻松，没有压力，双脚平踩。哦，它过弯方式确实不太一样，它过弯方式就跟Revo 1100有点类似。对，它也是有这个轴距长的车种的一个特性哦，就是它需要倾角比较大哦，才能达到一样过弯效果。那倾角 OK 它这个的骑姿，你双腿可以开骑，你可以夹油箱骑。这台的骑姿比那个 Revo 1100更轻松啊，我会这种感觉。那把手有加高后移，可能会更舒服一点点啊，可不晓得那坐垫的话，原厂的坐垫哦，只要Honda的，不管哪一台车都是他们的这种一贯的调性。除非你另外去加购这个舒适坐垫，才有可能比较软。那像那个 Revo 1100是特例哦，它原厂配就是舒适坐垫比较软。
泡棉像乳胶垫一样哦，超级软。那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换成乳胶垫哦，你的坐垫会更柔软、更舒服。还 OK 啊，除了这个骑姿比较会偏前之外，没啥问题啊。然后这个500cc 有一个惯性哦，你的档位稍微高一个档位，稍微低一个档位，它操作都可以很轻松，不会说啊这个真抖，全部车身在那边抖，没有，这台车不会这样。你档位太高，动力不足也。车身它可以慢慢推出去也还 OK， 它档位稍微低了，转速偏高也还好，也不会太高让你觉得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哦，如果没有试过 Revo 系列的人哦，先不要对 Revo 系列有一些偏见。像我之前就是对 Revo 系列有偏见的人，觉得这种车不会转弯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骑过之后，原来是这台车其实。你可以骑得像野狼一样哦，很轻松的在骑哦。那唯一差别是它轴距比较长一些哦，两个轮子拉开的时候，你座位才能下降嘛，坐高才能降低啊。循迹性和指向性倾角都还 OK 啊。它只是500cc 的，它这个扭力带哈要换一下，哦，换挡频率会高一些。哦，你就会让车子可以骑得很轻松了。接下来是车友验硕试驾的画面，同时将他试驾新的访问结果当作旁白，给大家参考一下。OK， 好。你刚刚试骑 Revo 500这台车的感觉怎么样？感觉很轻松啊，很轻松。这台车那个引擎出力很温驯，骑乘坐姿又低，然后那个轴距又短，所以我觉得骑起来很 RV 啊。转弯的部分，你刚刚说因为山路没什么弯嘛，刚刚那个没有太弯啊。对，因为我刚刚从头到尾没有骑到那种比较大角度的弯道，所以我也不晓得他如果要遇到那种情况的话，骑成怎么样，刚好没有机会遇到。好的，对，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脚踏的位置应该够应付啊。就因为我一开始在骑的时候，我特地去研究它的那个脚踏的位置哦，脚踏的骑姿啊哈。对，它其实它脚踏的位置距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相信那个如果比较大角度弯度应该够 OK 呢，应该是 OK 的啊。对啊，倾角，原本我以为有倾角问题，是不会转弯，就不是，是可以转弯，只是你要抓住它那种特性，跟一般不太一样。哦，对，而且再加上它那个，我不知道它的轴距比较短，所以我的双手没有说要打到很直，对，所以就是不像说那种。它不像那种传统我们看到的那种美式机车，对，可能有那个很大台、很粗壮，这一台真的很精致，看起来它算是蛮轻松的哈。哦，对，你没什么压力，是，你就已经可以搞定它了。那这台车的骑姿嘞，你觉得给你的感觉？对，它很适合女性车主，对，女孩子骑它应该是会非常很适合，而且它很帅。对啊，很轻松，没压力，真的。哎呀，
我刚刚的感觉，它骑起来有点像野狼的骑姿，然后野狼对，然后再稍微往前倾一点点而已，其实差异不会太大，也会很轻松。车重也没什么感觉。对，这台车倒是车重完全没有负担。对，然后也不会说那种美式机车你不会转弯，它也还好。啊，不会，也还可以。对啊。那这台车给你的最大的直观感受？直观感受，我觉得它就是RV 啊，很适合轻松 RV， 很适合轻度旅行。轻度旅行，对，因为骑个长程啊，骑个长程来回就很轻松侠义，很惬意的，轻松惬意。对，而且这个车子，我觉得汉达的车子都做得非常漂亮。对，这台车很耐看，就跟 CB300那一系列一样。对啊，本身就很耐看，永远不会退流行。对。你这10年再看它，就觉得它一样很美。而且它这台车真的就是很精致，很像精品。对，已经跳脱那种我们传统那种美式机车那种就是粗犷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它有一点接近到复古车那种味道，就是你不会太会因为你的时代而退流行，所以感觉起来它不是很准确，是保值性会比较高，搞不好。对，会哦。这台车好像到现在中古车价都看都还蛮硬的。对啊，因为它外形你再怎么改变不会太大，就算改到小地方而已，不会改太多。那它基本也蛮简单的 ABS 而已 ，TC 我不确定有或没有，好像没有。对啊，就是它你很机械，是那种很直观的感觉。对，所以使用起来太大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我相信那个保养应该也不轻松，对，很轻松，没什么压力。而且这种车就是不太会坏。对，没什么毛病。这种车就是不太会坏，配备越少越简单，机械越简单的，越不容易故障。刚刚的避震器你感觉有什么？没什么感觉，对吗？我也是。对，我本来以为它避震器会很硬，就也还好。可是我没什么感觉，是我刚刚骑那一段路太短，而且我从头到尾都只骑到3档，时速没有超过60，所以而且整路都是那个路况都不错，所以我好像对它避震器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我对它避震器没有特别硬或特别软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好像还有什么避震器，好像我当时没有感觉到避震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这避震器。哦，对，我也没什么深刻的印象。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硬，也不会觉得我原本以为特别硬，就没有啊。它避震器也不会特别硬，因为我们刚刚骑那段路没什么坑，没有呢。我之前骑那没有什么坑巴巴的。之前不知道骑哪一台，就觉得那个路感很强烈。欢迎重机车友提供车辆试驾，或是一起来分享你的车主心得。这是我的 email。感谢各位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